苏晨，分配前往剑冢守剑。这个苏晨不是上品灵根吗？为什么会被丢到剑冢去？得罪人了呗。玉天阳，真传弟子，当真是位高权重啊！随便一句评价就能决定下面弟子的生死。我为青阳，他是皓月，我二人天生注定就是一对，你配不上他，去找月流霜主动退婚，我许你入青阳峰。这算个什么事？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先去那剑冢看看。要真是个什么险恶之地，就找机会溜吧。面子什么的不重要，小命要紧。果然是个兄弟，如此凌厉的剑煞之气，若无修为傍身，待一会儿都会全身难受，更别说在这里长久居住了。这是先天剑体，太好了！这剑冢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凶险之地，于我而言，外围都是如此浓郁的剑煞之气，我若在此修炼，绝对事半功倍，一定要留下来。灵剑锋芒，不可直视。你若不想死，最好老实一点。苏晨，见过周老。小子，你是得罪人了吧？前辈如何得知？上品灵根做个外门弟子完全没问题，不会被派去做杂役，更不可能送到剑冢来。我不管你是得罪了谁，既然来了剑冢，就安心留下来做事。在这里，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但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你自己的本事。剑冢藏剑108000，分成9层排列，下3层是凡剑，中3层为法剑，上3层则是令剑。你刚刚入门，修为才炼气1层，老夫也不为难你，先负责祭炼下3层的凡剑吧。洗剑，试试吧。好快的剑！好快的剑！我好像突破了。刺秦，黄阶中品剑技，好一个刺秦！我明白了，先天剑体不但可以让我吸收这些剑煞之气，还能通过这些残留的煞气，领悟到剑主原本的一些绝技剑招。很好。流霜，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哼！姐。好精妙的身法，竟能在上千人的大军中穿梭自如，斩将夺旗。七星游月，黄级上品身法，不错。好身法，以此配合刺秦剑技，可谓防不胜防。再来！看来吸收剑煞也不是没有限制的，过犹不及。今天就先这样吧。哈哈，苏晨。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剑除重地，不可擅闯。
你们若要择剑，出示腰牌。妈的，你都沦落到在这里手剑了，还敢这么嚣张？小子，看清楚，老子现在是外门弟子，而你只是个手剑的杂役，懂不懂尊卑？若要择剑，出示腰牌。如果不换，请离开。这是第2次警告。你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上次要不是有执事长老在，我早就收拾你了。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你应该庆幸我手里没有剑，不然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无故擅闯剑冢，3次警告无效，依照门规，我可以直接杀了你。念你初犯，小惩大戒。若再敢到剑冢放肆，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滚吧！这小子有点意思，不过这小子身上的麻烦似乎不少呢，以后剑主怕是难得清静了。玉绝峰的小女娃，年纪轻轻就已经金丹后期了，怕是再过几年就要超过我这个老头子了。机缘未到，给我老实点。好巧，不知真传驾临，有失远迎，拜见岳师姐。你认识我？没见过，但师姐气质出众，宛若天上皎月，璀璨夺目。蜀山弟子数万，除了您，谁还有如此风姿？没想到你原来是个油嘴滑舌的人。那总好过一个不解风情的木头吧？那个，你能不能先下来？这么仰着头说话，我脖子痛。我跟玉天阳没有任何关系，实在没想到他会因为婚约之事迁怒于你。之前我在闭关修炼，不知道你入门，这才导致你被分配到了剑冢。剑冢之地煞气太重，不适合普通人居住修行。现在你可以跟我离开。我的玉绝峰不收男弟子，但会替你重新安排一个好地方。多谢师姐关爱，不过我觉得剑处还挺不错的，至少清静。我喜欢修剑，这里很适合。剑煞之气会损伤身体，以你的修为留在这里，可能会死。我知道，但我想靠自己的努力中修长，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你的身后，靠你庇护吧？男人的尊严吗？你执意如此，那就随你。这里面是我炼制的玉露丹，可以固本培元，提升修为。我去过青阳峰了，玉天阳这个人虽然古板，但也很骄傲，他不会再自降身份针对。这我知道。接下来我还要继续闭关一段时间，冲击元婴之境。玉露丹我会派人每个月送来，但此物也不能完全帮你抵挡剑煞的危害。如果这受不住，别硬撑。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可去玉绝峰求助，会有人帮你。你加油吧。这女人什么都好，但下次最好还是我在上面。每天服用1颗的话，刚好足够1个月所需。试试效果。这玉露丹的效果比我想象中还好，而且长时间服用还能温养经脉，夯实根基，是真正有钱也买不到的。这人情欠大了。剑主里怎么会有这么个奇怪的女童？内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渴望，似乎想将那女童吃掉。难道我是个变态？不对，这是先天剑体本能的反应。
哥哥，进来陪我一起玩吧。大可不必。大哥哥不要走啊！周老，昨晚我看到剑冢里有个红衣小女孩，那是怎么回事？不要晚上进入剑冢，里面有些剑煞气太重，白天还好，晚上则会显化跑出来，不小心遇到，重则丢命。我可没那么傻，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柳叶剑气，黄级中品剑技，剑气凝风，百步杀敌。这是一门远程剑招，威力远不如刺秦强横，但胜在方便，能杀伤100步之外的敌人。顾长青，这个名字好像很熟。10年养剑，一剑倾城，难怪这把剑能被埋葬在剑冢内，不是因为剑本身多强，而是那个持剑的人顾长青。我想起来了，300年前的蜀山第7代折剑锋首座蜀山剑神，这根铁条竟然是剑神早年的佩剑。这个新来的好像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体质啊，有点意思。哈哈，果然不同凡响，你可比之前那些废物强多了。这根破铁条子有什么好的？剑冢108000口剑，在我眼里都是废铁。大哥哥，来剑冢深处找我，我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一个。妈的，原来是想骗我去剑冢深处。也许你说的对，但是抱歉，我不相信你。哥，就是他，他就是苏晨。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外门谁不知道我暴熊陈锦雄？陈锦辉擅闯剑冢，我依门规惩戒，你们也要闹事吗？都给我闭嘴！小子，你很有种。不过我们今天来是来择剑的。蜀山门规，挑战击败守剑弟子也能得到择剑机会。原来还能这样，剑冢守剑弟子不都是歪瓜赖枣吗？挑战剑冢的规矩，这些年很少有人知道，背后恐怕有人指点。要挑战，可以按照规定，先缴纳10颗下品灵石费用。拿去。熊哥威武，揍翻这小子！懦夫，你就只知道躲吗？挑战失败，还有谁要来战？多谢你，手下留情。只是择剑挑战而已，并非生死对决。你得罪了真传，注定日子不会好过。你和岳流霜有婚约的事，有人在故意宣扬，好自为之吧。果然是玉天阳手下的人在授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的提升实力，总不能一辈子受他的庇护。我记得这小子刚来的时候才炼气1层，这才几天时间，居然修为提升这么快，看来他确实是有过人之处，来到剑爪也是因祸得福了。
剑肘或许也该考虑培养一个真正的手剑传人了。陈锦雄剑主挑战落败的事情，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在外门弟子中传扬了出去。那个新来的手剑弟子居然能击败陈锦雄，什么实力不俗？陈锦雄不过徒有虚名罢了。靠宗门功勋获得择剑资格太难了，不如直接去剑冢挑战。击败一个刚入门不久的手剑弟子，应该轻松得多。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因为先天剑体的原因，我修炼养剑法可以直接蕴养自身本体？气海中这道剑影，就是先天剑体具现出来的先天剑胎。太好了，这养剑术配合先天剑体，相辅相成，简直完美。天阶心法果然名不虚传，养剑越久，威力越强。体现在我身上就是养剑越久，体魄越强，迟早有一天可以把肉身蕴养的堪比法宝灵宝，甚至仙体，剑胎也会不断成长，以后说不定还能孕育出独特的神通，这可比单纯养剑厉害得多。有了先天剑胎之后，苏晨吸收剑煞之气的速度大大增加，原本每天最多4笔，现在已经提升到了7笔。消耗比想象中更大，原本每天1颗玉露丹就够，现在只能加大剂量了。这几种都买不起，虎骨丹效果好，但太贵。玄黄丸药性温和，正适合我。来了来了，苏晨回来了！哈哈，等了半天，总算等到正主了。苏晨，我们是来择剑的。择剑挑战，你不会不敢接吧？好家伙，这么多人都来挑战，呵呵，这可都是送上门来的钱啊！内门弟子和排名靠前的天才不需要这种方式择剑，来的都是排名前10以外的外门弟子。以我现在的实力，10拿9稳。行啊，你们都要择剑挑战是吧？先过来这边交钱前排队。我认输。还有谁要挑战择剑？他修为不算很高，但法力极为精纯，远攻近战，爆发身法几乎没有短板，连战数场都不显疲态，体魄也比想象中强悍。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哎，快看快看，是鬼手郑勇，他可是排名前20的高手。技不如人，我认输了。他的步伐比我更精妙，我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若是生死搏杀，我已经死了。连鬼手也败了，连败2名排名前100的高手，难怪他有底气接战。厉害有什么用？还不是被发配到了剑冢。我听说剑冢里的煞气会损伤根基，他不过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力罢了。本意是让他受不住剑煞之气，就算强行留下，也会被剑煞所伤，这样他跟月流霜的婚约自然作罢。一定是月流霜，必须除掉。月流霜出关后，在青阳峰斩下一剑，态度明确。我们要动苏晨，必须合情合理，否则玉绝峰那边不好交代。你我再怎么说也是外门执事，想收拾一个弟子还不容易。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50灵石到手，这来钱可太快了。要自己去赚，得赚到什么时候？还有谁要择剑？尽管上来。
杨武，他怎么来了？今年新入门的那个杨家天才，他擅长的是刀法，跑来择剑做什么？你就是苏晨，敢顶撞真传弟子？我还以为有3头6臂，原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我是什么人关你屁事？要择剑就交钱，不择剑就滚。你好，希望你等会儿在我刀下惨叫的时候，求饶也能这么硬气。此人来势汹汹，明显不是单纯为了择剑。既然如此，我也不会留手。好强！这杨武法力浑厚，修为怕是已达炼气7层了。这家伙是杨家培养的天才，带一头师，修为已经不弱于外门不百的高手了，刀法也如此迅猛，苏晨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就这点本事，也敢顶撞真传，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好一手通臂刀法，杨兄，你这位侄儿厉害啊！小武是我杨家这一代最优秀的天才，从小修行白猿功和通臂刀。他虽刚入门，但实力足以排进外门前10。有他出手收拾苏晨，自是10拿9稳，而且也完全符合门规。岳流霜如今在闭关，事后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责怪我们。废掉苏晨，把苏晨逐出蜀山，苏晨和冷月仙子的婚约自然作罢。这件事办好，少主一定会很高兴。玉天阳那边也会嘉奖重视我们杨家。护体法器，趁病要命，就算有护体法器又如何？大胆！择剑挑战，乃是同门教技，已经下此狠手，心性如此狼毒。前辈息怒，前辈息怒，前辈息怒！干涉择剑搏斗，欺辱守剑弟子，你们真当我是死了吗？不敢，不敢！是我等不知深浅，冒犯前辈，还请恕罪。滚！再敢到剑冢放肆，杀无赦！守剑人不问世事多年，以前的守剑弟子那么软弱，也不见周老过问，这次居然会为苏晨出头，该死啊！多谢周老出手相助。既入剑主，便是我的守剑弟子。你在外面怎么样，我管不着，但只要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迫害于你。好好抱紧这根大腿，至少在剑冢里，没有人能够欺负得了自己。至于剑冢之外的事，周老却也不好管了。想要站稳脚跟，还得靠自己的本事。行了，莫被这些琐碎之事影响。你今日连战数场，法力消耗不小，
恐难抵挡剑煞侵袭，先回去休息一下，再来洗剑吧。是，周老。杨武的出现只是一个开始，玉天阳手下有很多庸孙，自己得罪了玉天阳，想要找麻烦的人会源源不断，对手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自己必须抓紧时间提升修为，才能在蜀山站稳脚跟。这先天剑胎居然可以外放，就像是本命飞剑一样。御剑飞仙，破空杀敌，这本该是筑基剑修才能掌握的手段。只当是自己压箱底的保命手段吧。慢慢以养剑术培养，剑胎成长，就能完全发挥出先天剑体的潜力。到时候外练肉身，金刚不坏；内练飞剑剑气，战神诛仙，内外一体，那就无敌了。没用的东西，居然连一个刚入门的手剑弟子都对付不了，不知道养你们有什么用？是老奴失策。罢了，这件事其实也不怪你。谁能想到月流霜会亲自出手赐苏晨丹药？看来苏晨和月流霜有婚约之事，确凿无误了。那苏晨得了月流霜的帮助，所以才能在剑冢活下来。苏晨之所以能击败小舞，也是利用了剑冢里的剑煞之气，看着厉害，实则是以损伤寿命为代价，不值一提。只是没想到苏晨竟然能得到周老的庇护，这倒是个麻烦。守剑人地位非凡，即便是真传也不敢得罪。苏晨若是得了周老垂青，以后恐怕会成后患。赐下丹药，让小伟好好养伤。杨武天赋过人，以后必有成就，不要被一时失败击垮。另外，让人盯着剑主，若是苏晨敢出来，即刻通报于我。少主难道是要亲自出手？狮子搏兔，游尽全力。苏晨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固然有月流霜帮助的原因，但苏晨自身恐怕也有过人之处。若是留着，早晚会成大患，还是尽早除掉为好。可您是内门弟子，对苏晨出手，怕会被人诟病以大欺小，冷月仙子那边也不好交代啊。无妨，只要办成此事，玉师兄便会看到我杨家的忠心，到时候即便得罪月流霜也无所谓了。家国已破，同袍尽死，仅剩孤身一人，屹立天地之间，脚下就是故土，身后便是家园，如何退得？唯有死战而已。第一剑，横扫千军。第二剑，地贯长藤。此剑名为霸王卸甲。喜见霸王，
领悟玄阶下品剑技——霸王破军剑。居然是一门玄阶技！学会这霸王破军剑，我的剑法实力这样的对手，估计再最多一剑就能将他压制。大哥哥真是厉害，这霸王剑可算是下3层凡剑中少有的硬骨头了，杀气凶烈的很。你居然可以将它降服？你知道这霸王剑的来历？那当然，这剑爪里的每一柄剑我都了如指掌，甚至比你们所谓的守剑人还要了解。此剑原本跟随一个名叫向龙的蜀山弟子，他本是西楚国的皇子，学成剑法后归国征战，曾以1人之力大破敌军3000铁骑。大哥哥，我知道你有不凡之处，似能借助这剑种杀气修炼，杀气越强，你得到好处越大。不如你来找我，我绝对是这剑种里最凶煞的一把剑，肯定能让你一飞冲天。我幅员浅薄，哪里承受得住您老人家的凶威？去了只怕小命难保。不过，若是修为强大了，或许可以去试一试。不如先给他一点甜头，让他知道我的价值，再慢慢引导。我可以帮你挑选适合洗练的飞剑，助你快速提升实力。但等你筑基之后，便要来剑主寻我，待我脱离此柱，重见天日。若你真心助我，我会尽力一试。往前走，有一柄剑，同样杀气凶烈，你可以去试试。别太回来！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些凄惨的记忆所影响，我感觉内心有一团火焰在翻腾。愤怒！杀光他们！这个炼化过程足足持续了半日。白骨剑因为没有剑主，苏晨无法从中领悟到任何的法术或者剑招，但其中蕴含的煞气却是比苏晨以往洗炼过的所有飞剑加起来还要磅礴。借助这白骨剑中的煞气，苏晨的修为更进一步，突破到了炼气6层，甚至还一度逼近炼气7层的极限。这一柄白骨剑蕴含的煞气力量，至少相当于普通修士苦效半年甚至1年的收获了。这白骨剑好生凶厉，难怪没有主人。这是邪修屠杀生民铸造而成的邪兵啊！不知为何会被镇压在蜀山剑冢里。你给我找了一把好剑，差点害死了我。你这不是安然无恙吗？放心吧，大哥哥，我还要指望你带我出去，不会害你的。不过你比我想象中更厉害呢，那白骨剑中的煞气，即便是筑基修士也不敢沾染，你居然将其还法力大增了。大哥哥，看来你的体质很特殊啊。这与你无关，那股力量到底是什么？难道说我的体质天赋并非表面上的先天剑体这么简单？
这跟我的身世、父母失踪多年是否有关？你嘴里没几句实话，帮我选剑，却差点把我害死。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别啊！我承认是想用白骨剑试探你，毕竟要合作，我也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带我出去的资格吧。刚才也就是看着凶险而已，好吧，我道歉。之前的确只是想测试你，但你通过了，不是吗？现在我是真的想跟你合作了。我在这鬼地方待了太久，如今只有你有机会带我逃出升天，我没有再害你的理由。可是你还没有通过我的考验，剑择人，人也会择剑。好在这段时间有不少人来择剑挑战，送了苏晨不少零食，可以再去一趟宗门访视，购买更多的玄黄丸。苏晨一直心心念念的淬体灵液，说不定也能试着买一份，配合养剑术修炼。云雾缭绕的山门之下，人流穿梭，访视喧闹不绝。蜀山剑宗乃是西南第一大仙宗，门下弟子10上万。为了方此庞大的人口聚集们交流，已不逊色于一些中小型资源，宗门访视应运而生。淬体灵液，客人是要修炼体术吗？淬体灵液一般都是调配好就直接使用，难以保存，所以我们只出售一些基础的淬体灵液配方，但可以配套群补的材料。那这配方怎么卖？小店有2种配方，其一是草木淬体配方，以各种灵草配制而成，功效温和，比较适合初学者使用，配合您购买的玄黄丸，效果更佳。至于另一种，则是以妖兽精血和内丹调配，这一类更加霸道，效果也更好。这淬体灵液配方倒是和断体的丹药类似，分成草木材料和妖兽材料2种，后者效果更好，但太贵了，根本买不起。这人是谁？见到内门师兄也不拜见行礼，看来你果然和传闻一样，是个目无尊辈之人。玉师兄当日给你的评语没有说错。玉天阳的人又是冲我来的，好家伙，之前来的还是杨武那种外门弟子，这次居然直接出动了一个筑基期的内门弟子，未免也太看得起我。我乃剑种守剑弟子，独立于外门体系之外，按照门规，我不需要向你行礼。哈哈哈！当初把你丢到剑种，是想让你知难而退。你倒好，现在还以守剑弟子自居了，真以为在剑种当了几天，你就能站稳脚跟了？原来是你让人把我发配剑主的。不错，是我。之后让陈晨、锦雄和杨武来择剑挑战，也是我安排的，可惜都没成事。我跟你并无私仇，事实上你这种小小人物，我也从未放在眼里。之所以针对你，只是因为你不识抬举，顶撞了玉师兄，而我需要向他证明我的忠诚和能力。我现在其实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但确实不想把事情做得难看，也算是给岳师姐面子。他和玉师兄乃天作之合，日月相推，你不过一介蝼蚁，如何与骄阳皓月比高？不如现实一点，你不是需要钱吗？只要你愿意离开蜀山，或是主动解除婚约，我杨家愿意包揽
你日后修炼所需的一切资源。且不说我配不配得上月流霜，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玉天阳有心夺爱，掺和进来也就罢了。你一个玉天阳手下的走狗，哪里来的优越感，在这里大放厥词？放肆！如果出其不意，内门弟子也不一定挡得住。你很有种，以为有守剑人护着，我便拿你没办法。这里可不是剑主，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离开吗？3个人都有炼气7层以上修为，招招奔着致命要害，是经术厮杀的劫修。杨云飞不敢亲自动手，便雇劫修借刀杀人。我若死在这里，是非黑白都由他说了算。这个杨云飞好狠，铁了心要除掉我。这小子果然有些门道，难怪杨武会败在他手中。越是这样，越不能让他留在蜀山，终究还是缺少了真正生死搏杀的经验。剑是杀人的，需要饮血，横扫仙君。玄阶剑技，怎么可能？内门弟子如何，筑基修士又如何？既然想杀我，那也别怪我不客气。这就是你的底牌吗？玄阶剑技的确罕见，但你以为我今天过来就是看戏的吗？大胆狂徒，竟敢在宗门访视动物杀人，公然违反门规！执法弟子已这儿，你还不束手就擒？外门执法队来得好快，这3人都是劫修，他们要杀我，我只是自保。现在人都死了，你说是就是。这3人是我们店铺请的商贩，是你抢夺杀人。不信打开他储物袋，里面还有刚抢的淬体材料。环环相扣，全是杀招。此人手段当真狠辣。是非对错，执法队自会调查清楚。你立刻放下武器，跟我回去，不然别怪老夫无情。杨雨欣是外门之士，落到他手里，不死也废。得想办法离开此地。只要回到剑中，他们便不敢乱来。哼，想跑没那么容易。此事经不起推敲，闹大了引来宗门彻查。黑风3雄的身份可经不起查，这就是筑基修士的法力，恐怖如斯。筑基修士的法力比起炼气期强大了太多，寻常剑招对付不了筑基修士，可金色小剑还很脆弱，我不想过早暴露。剑士，周老竟是以剑士镇压此人，法网破军的最后一剑，或可让我化险为夷。剑士，这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的炼气修士，怎么可能凝聚出剑士？哈哈哈哈！痛快！这老狗屡次3番来找麻烦，这次必须把他打痛、打废。杀！剑士的强大之处，便是先夺人心神，再以势压人。放肆！苏晨，你好大的胆子！杀人越货，破坏门规，如今居然还敢对外门执事出手，当真是无法无天了！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只需一个机会，先杀死杨云飞再说。玉绝风，秦岚，内门龙虎榜第12，瑶琴仙子，好漂亮啊！没想到玉绝风的人居然来了，真要逼我祭出绝招，固然能杀杨为妃，但事情就难收场了。秦岚，你这是什么意思？费了这么多心思，搭上3个豢养多年的解修，眼看就要成功，玉绝风竟主动出面保他，肯定是月流霜闭关前授意。杨云飞，你龙虎榜上排不上名次，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一个新入门的守剑弟子，传扬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吗？还是说，你为了讨好玉天阳，已经连脸都不要了？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今天分明是这苏晨杀人夺宝，坏了坊市规矩，执法对岸门规捉拿，他却反抗动手。我身为内门弟子，见到逆贼，当然不能袖手旁观。秦岚，我知你奉月流霜的命令来保他，可他心性不端，你也要袒护。住口！月师姐的名讳也是你有资格喊的，对真禅不敬，你自去刑罚庭领罚吧。那3名死者乃是臭名昭昭的劫修黑风三雄，苏晨杀他们是为宗门除害，有无过无过，你非要追究，我有理由怀疑这3人和你究竟有什么关系？他竟这么快查清3人身份，连名号都喊出来。杨家和黑风三雄都有合作，关系经不起查。原来如此，这件事倒是我失察了。既然是劫修，那当然该杀，看来是个误会。到此为止吧。秦岚，你别太过分！你要走可以，但劫修混入坊市是重大失职，此人为外门执事，却放任劫修进入，分明就是与之勾结。我要将他擒拿，交由宗门乱处。少主，救我！闭嘴！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事情是你们先挑起来的，自然要付出代价。怎么，你想保他？那就一起去刑罚堂吧。此事我会如实禀告天阳师兄的。随便你。这苏晨真是运气好，攀上玉绝风的高枝。玉绝风的师姐真霸气。杨云飞今天要吃下个闷亏了。等一下，从头到尾都是我被针对，要不是有些手段，早被吃干抹净。杨云飞从头到尾没对我有过一句抱歉，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口气我必须自己亲自来出。杨云飞是吧？你为了讨好玉天阳，多次遮待于我，这笔账我记住了。哦，我惹不起玉绝风，还收拾不了你，他居然敢跳出来挑衅，你记住了又能如何？怎么想跟我交手？若是如此，最好不过。我不介意亲手杀了你。你不过仗着筑基修为罢了，整天卖弄那些下作手段，有什么意思？3个月之内我必筑基，到时候我会在天星台上等你，你我堂堂正正了断今日恩仇，敢来吗？苏晨，不可鲁莽，你才入门多久？筑基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多谢师姐，我并非意气用事。就凭你，3个月内筑基？哈哈哈哈哈哈！你知不知道筑基代表什么？铸造仙机，增寿300，脱离凡人范畴。蜀山弟子10多万，多少人穷尽一生也迈不过这一步。月师姐闭关前交代我照看你，你若有事，我如何向她交代？师姐好意，苏晨铭记，但此事我心意已决。你只需要告诉我，敢还是不敢？拙劣的激将法，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哈哈哈哈哈哈！既然你一心找死，我就成全你。哈哈哈哈哈！3个月后，我在天行台上等你。你太冲动了，杨云飞出身修仙大族，实力远超普通内门弟子，就算你3个月内筑基，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啊。玉天阳异动太多，杨云飞只是其中之一，我应付得了多少？不如拿他开刀，打得1拳开，免刺100拳来。月师姐闭关前让我给你的，
玉露丹。多谢师姐。这个苏晨莽撞的很，岳师姐是怎么看上他的？师姐的事，轮得到你嚼舌根？听说了吗？苏晨和杨云飞约战了。3个月筑基，他也敢说？可不是嘛！3个月筑基，这种大话也敢说得出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3个月后，苏晨若真敢上天刑台，绝对是死路一条。和杨云飞约战，不是一时冲动。杨家人几次3番针对我，我也有脾气。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哟，今天这么用功。你安静点，我在修炼。我可是在帮你。那边第3排第5柄，煞气浓。果然不错。信我没错吧？老东西来了。周老，3个月筑基，你倒是很有自信。弟子也是无奈，没有这个约战，杨云飞还会再找机会。我不能永远躲在剑中，依靠您的庇护。剑者须有勇猛精进之心，宁折不弯，当然更没有退缩的道理。你有这份心气是好事，但3个月太短了，万一做不到呢？3个月后，不论是否筑基，我都会履行约定。我知道你有手段，能够借用剑煞之修行，所以实力提升很快。这就是你底气吧？你能领悟剑势，这很难得，不过只是一个雏形，还远远不够。你若想在3个月后决斗取胜，除了修为之外，也要在剑势上多下功夫。去吧，苏晨，这条路你要自己走下去了。周老看上去冷冰冰的，其实人挺不错。想继续留在剑州，守剑人这根大腿必须牢牢抱紧。老东西居然专门下来提点你，看来对你很重视啊。你刚才怎么不敢说话？要是我全盛时期，会怕他？老头知道我的存在，奈何不了我，我给他面子罢了。那块剑痕石碑，你知道多少？普通石碑罢了。20年前，老头和剑神顾长青在这里交手，剑痕留在石碑上，残留了几分剑势余威，参悟了能提升实力。周老和剑神交过手？不然你以为呢？再等等，修为再提升一些，再去参悟。还挺沉得住气。外门弟子陆秋前来择剑。腰牌。外门试炼小比第10名，或可入剑种则凡剑一柄。进去吧，1炷香时间。切记，择剑不可强求，量力而行。被剑煞所伤，别怪我没提醒。这就是剑种，没什么了不起的。拓跋师兄修为高深，这点杀气算什么？就是，师兄可是新人试炼第一。站住！你叫我？择剑需要出示身份、腰牌登记、验明正身。你不认识我？小子没眼力劲儿！这是拓跋炎师兄，新人试炼第1名，剑堂长老亲自嘉许的天才，你也敢拦？规矩就是规矩，验明身份登记，交付灵石才能择剑，否则请离开。原来你就是苏晨啊！
一个敢顶撞真传，还不知死活要跟内门弟子上天刑台的人，整天待在剑冢被煞气侵蚀，脑子坏了吧？一个将死之人罢了，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快滚开！苏晨，你他妈找死！当着我的面打我兄弟！监考重地，严禁喧哗，轻则惩戒，剥夺择剑资格，重则直接就地处决。好，苏晨，我记住你了，你最好不要在外面碰到我，不然腰牌登记，交付灵石择剑，不然就滚。择剑费用3颗灵石，别人1颗，我凭什么3颗？你有意见？算你狠！择剑完成。碧玉剑，我感觉它水系亲和，就选了它。你身上有水泽之气，修炼的是水系功法。师兄怎么看出来的？这柄剑是瀚海玉打造，表面是水系材料，但其中最强的是毒。你若没有修炼毒功，非但无法发挥优势，还会被毒素侵蚀，影响自身法力纯净。这，我完全没有看出来。多谢师兄提醒。回去换一柄吧。多谢师兄提醒。3个月，时间紧，任务重。炼气7层，天道筑基。说起来简单，实则千难万难。普通人连人道筑基都很难做到。100个炼气会者里，只有1、2个能成功。一旦失败，法力折损大半。虽不至于境界掉落，也要恢复1年半载。人的一生，又有多少岁月浪费在这里？我敢有这种想法，全靠对自身天赋的自信。天道筑基最难的条件，我符合。但除了天资，还需要准备很多。筑基丹，大量适合自身特性的天材地宝，其价值远比我得到过的7叶灵芝草更大。一旦出现，都会引发多人争夺。不杀个血流成河，没那么容易得到。筑基果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总不能打自己的脸吧？以我现在的修为和实力，争夺外门前10问题不大。宗门举办的比赛，公平性还是有一定保证的。杨云飞之流的家伙，想要针对，也没有机会下手。距离大比正式召开还有10天时间，正好让我夯实下基础，参悟周老留下的笔记，提升剑士威力。苏晨，你最好不要在前面几回就被淘汰了，我等着亲手解决你。一个手下败将罢了，当初就能击败他，如今修为大增，收拾起来会更轻松简单。倒是那个杨云飞，听说得到了玉天阳的召见，不知道给了他什么好处，法力气息似乎更强烈了一些。好在外门大比宗门上下都十分关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就算是内门弟子也不可以随便插手。杨云飞还没有那个本事来干涉，我也不怕他使什么下作手段，不外乎就是让杨武来试探我的实力罢了。暴露就暴露，等筑基以后，我肯定会有更多更强的手段。苏晨，你要小心一点。我听说那个杨云飞下了血本栽培杨武，甚至为他求到了一颗纯阳丹。杨武的实力必然会有巨大提升，莫要掉以轻心。难怪那个杨武自信满满的样子，原来是得了天大的好处。
你就是苏晨？有何见教？果然是个大胆狂徒，连我的女人也敢打。玉天阳和杨云飞自恃身份，不好对你出手，我却没有这样的顾忌。你最好等别撞在我手上，否则你就死定了。那你要不现在就来试试看？看你能嚣张多久，咱们走着瞧。又一个找茬的，来就来吧。外门大比正式开始。怎么是你？巧啊！我从入门开始就被苏晨教训，后来连兄长陈景雄都被羁绊。打个屁！我弃权！已经分出胜负了，对手被一刀斩断手臂，直接落败。没看出什么东西，只是隐约觉得这个杨武下手更加狠辣了，招招致命。真要遇上了，得小心一些。第二轮对手来了。大哥，怎么是你呀？这还打个屁！巧啊！大哥，大哥，看在零食的份上，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最近混得怎么样？别提了，自从新人失恋之后，我就知道我在这外门也就是个前百的命。不过能走到现在，我已经很满意了。时间到了。大哥，你不厚道啊！苏晨晋级，当前排名前20。快看，前20出来了！绝大部分都是去年排名靠前的高手，只有寥寥几个新面孔。那个杨武，一路杀上来的，出手凶残得很。苏晨之前就能击败韩风，以他的实力，进入前10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有机会竞争第1。这些人如果以为他只是运气好的话，接下来怕是要大吃一惊了。师姐，要说谁最有机会争夺此次大比第1，我觉得还是咱们楚然师妹最有机会。楚然若能夺魁，当然更好，但也不能小觑任何一个对手。外门弟子之中也是卧虎藏龙，别的不说，那个杨武就是青阳峰扶持起来的，不容小觑。还有苏晨，进步太快，连我也看不透。楚然对上他们，未必就有100%的把握。师姐，你看，苏晨，没想到你还真落到了我的手里，你的狗屎运到头了。说完了。这家伙居然是个体修。怎么怕了？试试看。